我脑海中不断闪现着那些刺耳的声音。苏慕瑶，我爱的人是柳梦言，根本不是你这个恶毒的雌兽。你被流放是你咎由自取，我宁愿废掉一半异能，也要跟你解除关系。你就算是仗着家族权势抢了大家禁府又如何？没有人愿意碰你一下。5个绝美的男子站在我面前，眼神里是极致的厌恶。他们强行解除夫妻契约时，不惜受伤吐血，而我在疯狂大喊：你们怎么敢？你们是我的受夫，我不允许！我猛地睁开眼睛，陌生的环境让我愣住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听到一个清润的声音：季寒身体不适，无法服侍妻主，求妻主责罚。我低头看去，床下跪着一个绝美男子，他身上有鞭打的青紫痕迹，兽皮被扯落，露出宽肩窄腰的身材。妻主责罚。我意识到自己穿越了，原身是皇城贵族继承人，家道中落后被流放，10个受夫，5个有背景的强行解除关系，剩下5个跟着他到北罗部落。原身受不了流放地，把怨恨发泄在他们身上，不断鞭打虐待。眼前是狼兽人萧继寒，原身对他下药，想强行得逞。反抗中，他推了原身一下，原身撞墙死了，而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穿越过来的。你先起来。我不习惯人下跪，可话音刚落，萧继寒周身寒气更浓。都是季寒的错，季寒不该推妻主，求妻主责罚。妻主若是对季寒不满，可以休了季寒，季寒绝无怨言。我没凶他，就在我不明所以的时候，门砰的开了，一个穿着火红兽皮的男子走进来，拿出纸笔放在桌上。妻主既然要休，不如把我也休了。妻主最近打我们也打累了，凛夜都心疼妻主打疼了手，更何况妻主最爱的是江公子。花凛夜厌恶地看着我，我恨不能马上写休书，但我感受了一下身体，木系异能变弱了，只有微弱一点。北罗部落环境严寒，皇城的仇人还会派人来杀我，我需要他们保护。不必着急，我淡淡开口，3个月内你们若是保护我不受伤害，我便放你们离开，到时候我会给你们休书。他们愣住了，眼底满是狐疑。花凛夜刚要开口质问，门外传来急切的喊声：不好了，大妹子，你快过来看看，你的受夫被魔兽袭击，受了重伤，快不行了！我脑海里瞬间闪过另外3个受夫的样子，不知是哪个受伤了。我顾不得多想，直接从床上下来，跑出石屋。院子里几个人正抬着一条昏迷的蛇进来，它身形巨大，10多米长，是极为漂亮的青竹蛇，但身上伤口极重，不断流血，触目惊心。林琴叹息道：大妹子，你这受夫受了极重的伤，都维持不住人形了。萧继寒和花凛夜也出来了，看到温南希的样子，他们眼神里透露着麻木。我顾不上别的，快步上前，将手放在温南希头上。你要做什么？花凛夜脸色大变，他都要死了，你难道还不放过他吗？他连妻主都不叫了。萧继寒也绷紧了身体，上前拦住了我。我没空理会他们，调动体内微弱的木系异能，绿色的光芒从我掌心浮现，缓缓渗入温南希体内。林琴眼睛一下子瞪大，大妹子，你竟然有异能，能治疗伤势？我没回答，因为意识突然被拉入一片精神海。竹林里，一条巨大的青竹蛇盘在粗竹上，鳞片暗淡，伤口斑驳。它平静地看着我，虚弱地吐了吐蛇信子。妻主，他的声音很温和，跟萧继寒和花凛夜完全不同，骨子里透出温润。我走过去，伸手触碰他，他身体轻轻一颤，却没有躲开。放心，你会恢复的。我手中释放木系异能，绿色光芒将他包裹，伤口缓缓愈合，他的身体也放松下来。温南希眼中闪过惊讶，辛苦妻主为南希疗伤，这本就是我应该做的。我继续输出异能，在兽世，此主有义务为受夫疗伤，安抚精神海，但前身从来没做过，他的受夫们也不让他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温南希的伤势基本恢复，我却因为异能消耗过度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失去意识前，感觉被人稳稳接住，再次醒来已是第2天早晨，屋内空无一人。我起身洗漱，透过水盆看到自己的脸，一边完好，另一边却发黑毁容，看着吓人。前身因此自卑暴躁，但我知道只要解毒就能恢复。走出石屋，院子里有人在劈柴。温南希听到动静，转头看来，清润开口：妻主醒了。我还有些不习惯。他放下木柴，去厨房拿来2个红果和2个鸟蛋。家里只有这些，委屈妻主了。萧继寒和花凛夜一早就去狩猎了，应该能打到食物。昨天是我的错。北罗部落环境严酷，食物很难得，兽夫们3阶实力也要面对森林危险，饥一顿饱一顿是常事。没事，我来做饭。兽氏落后部落吃生肉，但前身在皇城长大，习惯熟食，家里也备着柴火。温南希过来帮忙烧火，我用鸟
鸟蛋和红果做了西红柿鸟蛋汤，他们叫红果，其实就是西红柿。做好后，我递给他一碗，他眼神带着探究，却什么都没问。这2个红果，你们之前是在哪里发现的？我问，有了西红柿就能做很多食物，甚至可以制成番茄酱去城里售卖。是在古墓森林里找到的。温南希温声解释。那吃完饭你能陪我去一趟吗？我问道。好。他应下。我看着他没有动勺子，催促道：快趁热吃，我吃不了这么多，顺便帮我尝尝厨艺。温南希没动。我突然想起昨天的事，前身给萧季寒的食物里下药，想趁药性发生关系，也难怪他不敢吃。我嘴角僵了僵。你放心，我现在对你们没有任何心思，食物里没有下药。好。他这才拿起勺子，本以为他会留给我吃，之前食物不够时都是我先吃饱，剩下的才轮到他。但他尝了一口汤后，眼中露出惊讶。味道怎么样？他眼眸带上细碎的柔光，周身气息都柔和了，很好喝。我露出笑容。那你全喝了，等去山林找到更多食材，我们再做好吃的。看到他脸上的笑容，我心想，先让马儿跑，总得让马儿吃饱。3个月后解除关系，也不能让他们太厌恶我。温南希却脸色一变。妻主不必如此辛苦。我没有回答，知道现在说什么他们都不信，也不多解释，日久见人心吧。吃完饭，温南希收拾好碗筷，出门后幻化出本体蛇身，请妻主上来。我坐上蛇身，抱住他的一瞬间，明显感觉他整个身体都僵住了，差点从半空掉落。他加快速度，很快到了那片红果地，迅速放下我，画出人形，依然是清雅的样子，只是耳根有些泛红。这些便是那些红果。看到满地的西红柿，我眼睛一亮，但没有工具装，只能找藤条编背篓。温南希，能帮我弄些藤条吗？好。他弄来藤条，我便坐下来编织。我的手很巧，小时候在村子里跟外公外婆学过这些非遗技艺，编得很快。温南希看着我，妻主这是在编东西。编背篓装红果，你要是无聊，可以在周围转转，但别走太远，我有危险的话要喊你。他点点头，去附近找猎物。我继续摘西红柿往背篓里装，正忙着，突然感觉到危险的气息，回头一看，一头巨大的刺兽正朝我冲过来。温南希！我大喊一声，同时一跃而起，快速爬上旁边的树。温南希赶来时，看到我在树上的动作，他眼中露出惊异之色。妻主怎么会爬树？随后，温南希眼眸一敛，便快速跟那头刺兽对战起来。他平日温润雅致，真正战斗时却带着冷厉气势，古刀飞旋，如锋刃般射向刺兽。刺兽反应极快，避开了致命一击，但古刀旋转着落至他手中，他从空中一跃而下，古刀直接从野兽脖子刺穿，动作优雅轻松，一滴血都不沾。轰！刺兽倒地，我睁大眼睛，他根本没用全力就轻松解决了。温润只是表象，他实力强悍，前身到底怎么敢招惹这些兽夫的？妻主。温南希看我一直没有反应，一跃而起上了树，我一惊，本能后退，猝不及防，直接掉了下去。他在半空接住我。妻主没事吧？我被他抱着，能闻到他身上清雅的气息，身体不由自主僵硬。想到他杀野兽的样子，想到前身虐待他，我连碰都不敢碰他。那个我没事，你放我下来就行。温南希低头看我，眼神幽深，我眼里只有警惕，和以前不一样。他低头，声音沙哑：妻主，这是怕我。我咬了咬唇，没有，怎么会呢？抬头对上他眼底的暗色，像漩涡要将我吞进去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对这个蛇兽夫我一点都不了解。平日温润是伪装，我想下来他却不放，我挣扎不动，异能太弱。妻主以前会喜欢我这样抱着你。我讪讪一笑，我这不想改过自新吗？正想着怎么脱身，脑海里突然响起软萌的声音：宿主，我总算是醒了。是空间系统。你没事便好，我空间里的物资呢？宿主，你穿越时我也受伤了，现在空间权限受限，只有半亩地，物资要升级后才能打开。升级契机是什么？就是宿主跟兽夫亲密接触会释放权限，这次是抱抱我才能醒，如果酱酱尿尿的话，空间升级就快了。我嘴角抽了抽，你要是想让我活着，别说这些。先靠自己找食物吧。回过神来，温南希已经把我放下，我赶紧离他远点，去看那头野兽。这个能吃吗？不能，是变异兽。我眼眸微微垂下，只能继续采摘西红柿来充饥了。温南希自动过来帮忙，很快背篓满了。我还想找点别的，正四处看着，空间系统突然兴奋道：宿主，前方100米草丛地下有红薯。听到空间系统的话，我神色一动，红薯，有了红薯，今天就不会饿肚子了，而且红薯产量高，以后还可以种植。系统，你太棒了！宿主往前走，方圆100米我都能探查。我来到系统说的位置，扒开草丛，看到了红薯叶子，先快速采摘了一些。温南希跟在身边，看着我摘草，愣了一下。这些是红薯叶子，可以做食物。我抬头看他，相信我，这不是草，
这个世界的人还不知道地下的食物。我眨巴着眼睛看他。温南希，你能不能帮我挖一下地底下？他神色微动，以前我都是命令，从没这样好声说话。好，他用骨刀灌注异能往下挖，一个用力，地面出现大坑，红薯碎了好几块。别这么用力，下面是食物。他放轻动作，小心挖出一个个红薯，弄干净泥土放进篮子。我眉眼弯弯，谢谢。他愣了一下，似乎从没听过这2个字，哑然失笑。这本就是我该做的。背篓篮子不够装，我直接将红薯收进空间。温南希看着食物凭空消失，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，低声呢喃：空间。我也有空间异能。我没打算隐瞒，展现异能也能让他们有所忌惮，别总想着报复我。他心中显然掀起惊涛骇浪，治疗异能加空间，受试极少见。七主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说了，我想改过自新，3个月后放你们自由。他没再说什么，我继续采摘蘑菇和木耳。他提醒有毒，我解释有的蘑菇没毒，木耳处理好也没毒。不管他信不信，我摘我的。系统又提示，左手边100米有姜和葱。我赶紧去挖，有了葱姜做菜可以去腥，有了这些食物，我们大概几天的吃喝不愁了。大概是因为杀了一个野兽，这附近暂时没有什么野兽了。眼看天色不早，我起身准备回去。温南希幻化蛇身，我规规矩矩坐着，没敢乱动，更没敢抱。可他急速飞驰，我差点掉下去，他用尾巴拖住我。七主可以抱紧我。抱紧吗？他不是不喜欢跟我拥抱吗？我刚想拒绝，空间系统尖叫：宿主快抱住，哪怕只是拥抱，时间长也能掉点小权限。我眼神紧闭，豁出去了。我一把的抱住他，抱住的一瞬间，他速度似乎慢了下来。速度一慢，我缓缓睁开眼睛，不自觉地往下看。山谷有条河，水清澈见底，里面好多大鱼，5、6斤，甚至10斤的都有。温南希，我们去河边抓鱼。他落在河边，化成人形，轻轻将我放下，态度好像有点变了。七主想抓鱼玩，我要吃鱼肉。他轻哑一笑，好。以前我最讨厌带腥味的鱼，因为部落有人吃鱼被刺卡死，大家都不吃。他用风系异能，在水面一卷，10几条鱼落在岸边，又摘草穿起来，动作优雅。我挨个将鱼放进空间，鱼太多吃不完，可以做鱼丸。准备回去时，我还在河边草丛发现了河螺和河虾，眼睛一亮，兽食物资太丰富了，遍地是食材。我将那些河虾和河螺也全部放回了空间。一阵操作过后，我已经满头大汗。还需要吗？温南希温声问道。不用了，这些足够了。回头需要食物时可以再来。温南希点头，载着我回了石屋。太阳还没落山，大概下午4点左右。萧继寒和花岭叶都没回来。温南希主动解释，他们可能走远了，天黑应该能回来。没事，想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。最好不回来。今天弄到的食物够我和温南希吃了。他仔细看我神色，发现我真的不在意。若是以前，我早就骂开了。七主累了一天，先去歇着，我去做饭。这些食物你不知道怎么做，我来吧。我打算做鱼面，一条鱼5、6斤，正好适合。温南希好奇地看着，洗手上前。我可以帮你做什么？帮我把蘑菇、木耳还有红薯叶子洗干净。好。他拿着木盆去院子里洗，我接水开始处理鱼，用骨刀片下鱼头鱼骨熬汤，鱼肉刮成鱼糜。这时候门外传来动静，花岭叶回来了，扛着一头野猪。他看到院子里的东西，眸光一沉。这些东西是你带回来的？你伤势那么重，他不让你休息，让你去弄食物。温南希解释，是七主采摘的。花岭叶嘴角勾起冷笑。温南希，你不是也厌恶他吗？别他帮你疗伤一次，你就为他说话了。没有雌兽愿意进厨房，更别说我们这位七主。别忘了他之前对你做过什么，谁知道这次又耍什么花招？我不信他会变好。前身为得到他们，装失忆，装变好，结果更过分。温南希动作一顿，他在造物，不信你可以去看。花岭叶朝造物看过来，看到我在忙活，愣住了。他有异能，视力极好，能看到我刀工飞快的在切鱼。他要做什么？做饭。吃鱼？他不是最厌恶鱼腥味，嫌鱼肉有刺吗？我听到后皱了皱眉，没有理会他们，反正也就3个月时间，他们想说什么就说吧。温南希轻声回道：早晨你们不在，早饭也是他做的，那种酸涩的红果，他能做出美味的汤。花岭叶明显不信，沉默的去旁边割猪肉。我看向院子里沉默干活的他，想起前身有一次趁他重伤露出本体，要扒了他的狐狸皮，那一身火红的狐狸毛确实高贵艳丽。想到这些记忆，我有些头疼。现在写休书，他们转头就能杀我。转眼我看到他们带来的野猪，我眼睛一亮。猪皮可以做皮冻，猪板油熬油，猪花油熬油，还能做油渣当零食。这个世界兽人们食量大，却经常饿肚子，做点零食闲暇吃一吃刚好。院子里花岭叶切好肉装好，看水缸水不多，提着木桶去打水。反正回家不能闲着，眼神麻木，心口憋闷。萧继寒回来时正好碰到他，看他脸色不对，问怎么了？他又对你做什么了？花岭叶神色阴翳，没做什么，正在造屋做饭。他何曾进过造屋，根本不会做饭，却突然去做。你说这次该不会想下药毒死我们吧？
我一边刮着鱼糜，一边听着萧继寒和花凛叶在说话。昨天是我的错，我若是不反抗，他或许不会有更偏执的想法。萧继寒的声音很冷。我知道，以你的心性，宁愿死也不会让他碰一下。花凛叶接话，我也是这种想法，所以你不必纠结。若是像梅清晨和沈慈安那样，长久消失，对他不管不顾，倒也轻松自在。梅清晨和沈慈安是我另外2个受夫没解除关系，但消失的无影无踪。他们背后都有强大的势力，家族有秘法克制受夫契约，哪怕苏慕瑶死，他们也能好好活着。萧继寒低了低头说，但我们不能。他们说的没错，若我死了，他们也要陪葬。说完后，他们走到我和温南希旁边说，晚饭我和花凛叶都不吃了。温南希叹气，妻主跟以前不一样了，还是一起吃吧。萧继寒摇头，我们不饿。我刮着鱼糜的手顿了顿，看着满满一盆鱼糜，语气有些委屈。我准备了4个人的饭。话音刚落，他们厌恶地瞥了我一眼，走开了。温南希摸了摸我的头，安慰道，我晚上送到他们房间吧。好。空间系统在我脑海里笑，宿主，他们这是怕你下药呢。我嘴角抽了抽，我知道。做饭很快，猪板油熬油，炒了西红柿炒蛋，熬鱼汤，做纯鱼肉面，烤红薯，装了2盘西红柿炒蛋，烤红薯，2大碗鱼肉面，1大碗鱼汤。为了证明没下药，我当着温南希的面吃了喝了。我没下药，更没下毒，我还指望你们保护我找食物，不可能害死自己。温南希眼神温润，我知道他们会吃的。他端着食物去了萧继寒房间，我继续收拾灶屋，隐约听到那边传来吃东西的声音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温南希回来了，我坐在桌前，看着他眉眼弯弯。回来了，一起吃吧。温南希愣了一下，妻主是在等我吗？对啊，我们一起做的饭，自然要等你一起吃。温南希对上我的眼眸，温润雅致的脸上带上了柔和的神色。好。他坐下来后，我将筷子和勺子递给他，这才开始吃饭。饿了一整天，鱼面上面打了鸟蛋，放了煮熟的红薯叶子，吃着很香。我专注的吃着，没去看他。吃的差不多后，我抬头看温南希，其实我也不清楚他的来历，只记得是前身的父亲有一次带回来的人，嘱咐好好待他。食物还合胃口吗？温南希温声问道。很好吃。妻主若是想吃什么，可以说步骤，我来做，你就不必辛苦了。我笑着道，没事，闲着也是闲着，而且我喜欢做美食。在末世食材有限，来到寿氏，虽然文化落后，但物资丰沛，都是有机食材，能做各种各样的美食，这让我很高兴。温南希看着我明媚的神色，便知道我说的是实话。那以后我来给你打下手。好。吃饱饭后，温南希很自然地收拾碗筷，这是他流放后吃的第1顿饱饭。我去院子里烧草木灰，准备把猪下水洗一洗。天气还热，猪肉不处理容易坏，打到食物不容易，一点都不能浪费。就是没有香料，附近城池里有药店，或许有香料，但要兑换需要很多肉和兽皮。那些香菇我打算晒干，磨成粉做调味料，木耳也晒干存起来。另一边，萧继寒和花凛叶吃饱后，看着空碗盘，都沉默了。花凛叶道：若不是亲眼看到，我都不相信是他做的饭竟然这么好吃。我以前在家族内都没吃过这样的美食。萧继寒低声道：按照规矩来说，应该是我们照顾他，不该他为我们做饭。花凛叶无奈道：是我们不想为他做饭吗？是他总是挑剔我们做的饭，辛辛苦苦做的食物，他一生气就掀桌子，宁愿都扔了也不让我们吃。今天太阳仿佛从西边出来了。花凛叶有种不真实感，狐疑道：温南希说他今天跟以前不一样了，难不成是真的？萧继寒清冷的眼中泛起一丝波动，似乎是他撞到墙上醒来后，眼神就变得不一样了。再看看吧，别中了他的圈套。花凛叶颓然道：也是，先收拾碗筷吧。他们从屋内出来时，看到坐在院子里忙活的我，都以为出现幻觉了。我没回头看，温南希收拾好灶屋出来，看到我走上前，轻声道：妻主需要做什么，我来吧。现在没什么，就是把这些清洗干净就好。温南希看清盆里搓洗的东西时，神色一动。往常狩猎带回来的野兽，这些东西都会扔了，也没法吃。我耐心解释，这些其实也是好东西，用草木灰搓洗干净做好就能吃了。以后野兽的下水都可以留着。温南希，以后我不会让你们饿肚子的。温南希听到这句话，看着我认真的眼神，眉眼都变得温柔起来。我相信妻主，只是不让妻主饿着是我们的职责。可有需要我做的事情？那些红薯，我打算全部切成细块。我说道。好，我来做这些。我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，而此时萧继寒和花凛叶收拾完碗筷也过来帮忙了，3个人一起动手很快，切好的红薯放入锅中，大火熬煮，熬煮软烂后，我正好清洗好下水进屋，看到温南希在熬煮，萧继寒和花凛叶把红薯捣成泥，我微微诧异，没想到这2个人厌恶归厌恶，该干活还是干活的。我上前对温南希道：这样就可以了，先舀出来过滤一下。我找来纱布和木桶，温南希照做。现在有点烫，等冷却一下再捏纱布。
萧季寒手指一动，一股寒气包裹住木桶和纱布，温度立马降下来。我惊呆了，转头用灼灼明亮的眼神看着他。差点忘了，萧季寒的异能是冰系异能，天然的冰箱。我想让他帮忙建个冰窖储存食物，但怕他拒绝，忍了忍没开口，眼神暗淡下去，转过头。萧季寒眉心微蹙，放低声音问：七主，可是需要我做什么？我一愣，没想到他会主动问，他的声音依然清冷，但似乎没有昨天那种刺骨的寒意。我转头看他，确定他眼神平静，便开口道：你能帮我在院子角落挖一个冰窖吗？用来储存肉类食物，免得坏了浪费。在末世养成的习惯，我不喜欢浪费食材。萧季寒神色微变，低声道：好。他直接去院子里做冰窖去了，执行力这么强。花岭叶似乎不甘示弱，直接用异能往柴火上放火。他是火系异能，冬天最管用。我看着他，眼睛亮晶晶的。花岭叶发现我的目光只落在他异能上，根本没看他一眼，眼里带着些委屈。我以为他是在委屈自己，于是立马离开了他这里，走到温南希身边，教他过滤红薯叶，之后再把汁液放锅里熬煮。推算时间，明天晚上就能得到红薯淀粉，或许可以做红薯粉丝了。都忙活的差不多，我用烧好的水洗澡，洗完刚准备出来，却听到外面有响声。我脸色一变，赶忙从屋内出来，来到门口，便看到门外冒出很多怪兽，部落里的雄兽都在作战，是变异兽，比白天见过的更怪异。温南希、花岭叶和萧季寒正在对付他们，他们速度极快，异能变换为各种武器。小心！萧季寒身形一动，冰系异能化成的冰刃直接刺穿一个变异兽的头颅，黑血流出来。萧季寒直接用冰系异能将其冻住。这些变异兽似乎在朝我攻击，花岭叶放出火焰异能烧掉它们。桀桀，诡异的叫声带着尖利的笑声。温南希身影极快，似乎能瞬移击杀一个个变异兽。很快，他们齐心将这些变异兽全部杀死。温南希第一时间来到我身边，仔细看着我。七主，没事吧？他担心我被吓着，但我神色平静，并没有吓到的样子。我只是被惊着，并没有害怕。我摇头道：我没事。萧季寒和花岭叶神色惊讶地看着我，前身只要听到变异兽的声音，就会躲进屋内发抖，而现在我却说没事，他们难免惊讶。我话音刚落，温南希轻叹一声，伸手温柔地给我理顺头发。没事便好，七主湿着头发出来，容易着凉，先回屋吧。他伸手将我抱起来，我完全猝不及防，条件反射地抱住他的脖子。萧季寒和花岭叶看到这一幕，都露出惊诧的神色。温南希看似温润，可并不是好说话的人，之前从没让前身碰过。空间系统在我脑海里激动大叫：宿主，让他多抱抱，抱紧点亲他，说不定能开启全线掉落物资。我要是那样做，他能把我甩出去。他主动抱你，说明不讨厌你。想想你空间里囤的那些物资。我确实心动，但不会主动往上凑，不过是他主动抱我，我多抱一会儿总可以吧。温南希将我抱进屋内，放在床上，我没松手。空间开点权限啊。温南希低头温柔看着我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我抿了抿唇，硬着头皮道：我有点怕。天知道，说完这句话，我恨不能找地洞钻进去。温南希心口一软，将我抱紧了些。别怕，我在这里，不会让变异兽伤害。萧季寒和花岭叶进屋时，正好看到这一幕，他们目光落在我身上，神色复杂。就在这时候，空间系统激动道：宿主，空间放出了一些调味包，可以放开它了。我赶忙从温南希怀里出来，我没事了。我不敢看他，生怕他看出我只把他当工具。温南希温润一笑，七主头发还没擦干。他拿出干净的布要帮我擦。花岭叶犹豫了一下，上前道：我来吧。他手心释放出灼热的温度，烘干我的头发。我惊讶不已，这可比吹风机管用多了。更惊讶的是，花岭叶那么厌恶我，怎么会主动帮我？他靠近时，神色突然变得狐疑。他是狐兽，对气息感知敏锐。以前我身上气息阴暗冰冷，现在花岭叶差点没控制住异能，手指窜出一丝小火苗。小心！萧季寒一道兵器将其熄灭。花岭叶回神，赶忙道歉：对不起。我摆手：没事没事。我嘴上说着没事，心里想着估计他恨得想烧死我。无论如何，今晚谢谢你们保护我。温南希温声道：保护七主是我们的职责。我可不信，以前变异兽半夜闯入，前身被吓病过，这次他们干脆利落的解决，我该表示一下。这样，为了表示感谢，明天我为你们做好吃的，早饭我来做。花岭叶开口：明天轮到我留在家照顾七主，我会照顾好你的。我想让温南希陪我，但又觉得不公平，狩猎确实危险。这些变异兽怎么回事？温南希解释：野兽被奇特黑气侵袭后，会变异成变异兽，实力会增强，习惯攻击兽人。平日只在山林活动，但月圆之夜会闯入部落攻击兽人。变异兽的肉有毒，不能吃。可知道是什么样的黑暗气息？温南希低声道：没人知道，越是北边寒冷的地方，变异兽越多，所以犯事的兽人
都被流放到北罗部落。温南希解释了一番，我对变异兽有了了解。被流放到北罗部落，在兽皇城那些人眼中就是来送死的。气候严寒，变异兽多，食物短缺。等雪季到来时，变异兽不会出现，但没储存够食物和兽皮，一样会冻死饿死。眼下农历7月初，大概11月就进入雪季。我还有4个月时间准备，这期间空间能升级最好，囤积的物资就能拿出来。但眼下还是要多准备食物。我消化了这些消息后道：谢谢你们，我现在没事了，先休息了。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虽然我语调温和，但他们能看出我神色间的疏离。以前前身叫他们靠近，他们躲得远远的。如今他们对我有点改观，我却赶他们走。温南希给我掖好被角，那七主好好休息，我就在隔壁，有事随时唤我。我点了点头。等他们都离开，我立刻进了空间。空间系统机动献宝。宿主就是这些。空间田地上多了调味料，醋、黄豆酱、酱油，还有一包包香料。我眼睛一亮，有了这些就可以做很多美食了。猪下水可以用这些香料做卤味了。感受到我的高兴，空间系统也高兴。他指着堆放的红薯道：宿主，这些红薯比之前囤积的大1倍。确实，寿氏的葱姜红薯几乎都比末世大1倍。虽然大，但口感很甜，而且是没有农药的有机食材，柴火做出来格外香。把这些红薯先种空间里。我用意念种植，先用异能催芽，再种在空间田地里。做完一切后，我从空间出来，听到了门外似乎有窃窃声。我悄悄地走到门后，耳朵贴着门，萧季寒的声音先响起来：“你可是发现了什么？”花凛叶低声道：“我是九尾狐兽，对气息格外敏感。我能闻到七主身上的信息素，跟之前完全不一样。以前他的气息阴冷古怪，让人厌恶，如今干净温暖，如花香如阳光，让人想靠近。一个人的信息素，就算有细微变化，也不会彻底变成另一种。”话音刚落，三人沉默了起来。没一会儿，门外传来急切敲门声：“大妹子在家吗？”是隔壁林大姐。我快速起身，前身来到部落后行事张狂，跟部落众人关系都不好，只有隔壁林琴热情，一口一个大妹子叫着。采摘了东西也愿意给前身尝一尝。我刚从里屋出来，温南希就在门口。门口声音可吵到七主了。是林大姐，大半夜可能有什么急事，先去看看。温南希道：“我陪着七主。”萧季寒和花凛叶跟在身后。我打开门，门口站着林琴，还有首领和首领夫人。林琴道：“大妹子，首领和夫人找你有事。”首领小心翼翼道：“苏姑娘，小女被变异兽伤到，伤口感染厉害，无疑无法救治，我只能厚着脸皮来求苏姑娘帮忙。只要肯救小女，让我们做什么都行。”首领夫人也用祈求的眼神看着我。他们平日极有威望，从未低声求过人。他们在当地有威望。他们一个儿子嫁进城里大户人家，女儿古宁宁年纪小，身体弱，平日很少出门。这次不知为何被变异兽咬伤，我脑海里闪过一个小姑娘，前身骂她时，她吓得哆嗦着跑远。我神色一软，走吧，我过去看看。首领和首领夫人都愣住了，不敢相信我这么好说话。他们本来都准备好跪下求我了。首领夫人激动道：“太谢谢苏姑娘了，只要能治好宁宁，你就是我们的恩人。”我知道首领一言九鼎，有了这份恩情，以后在部落生活会方便很多。来到首领家，我看到一个12、13岁的小姑娘，圆圆的脸，圆圆的眼睛，瘦的皮包骨头。她腿上伤口冒着黑血，疼得默默哭。首领夫人上前：“宁宁别怕，苏姑娘给你看看。”古宁宁看到我，本能的哆嗦了一下。我温柔道：“放心，没事的。”他看着我脸上的笑容，愣住神。我检查伤口，释放木系治疗异能，很快溃烂的伤口不再溃烂，黑气被去除，血变红了。首领夫妇惊呆了。他没事了，养几天伤口就愈合。他感染厉害，是因为体质虚弱。首领眼眶红了。不瞒苏姑娘，宁宁吃不进饭，吃了就吐，一到冬天就容易感染风寒。我给古宁宁把脉时，也看出她脾胃太弱，肉类不好消化，尤其生吃对脾胃不好，而且她总在屋内待着，不晒太阳，更体弱。肉类要切得细细的，用热水煮熟吃。太阳好的时候要多晒太阳。首领夫妇认真记着，极为感激。首领夫人拿出一袋金币，这是100同色金币，希望你别嫌弃。部落平日以物易物，金币是去城池护市用的。看到金币，我神色一动，能买很多东西，我毫不犹豫地收下了。临走时，首领夫人又给了些肉和玉米面。根据记忆，寿氏有玉米种植，但大家只是煮着吃或磨粉泡水，觉得辣嗓子不爱吃。部落储存玉米面只为过冬不饿肚子，但我知道这是好东西，明早可以煮玉米面汤，打点鸡蛋放上红薯，做玉米鸡蛋红薯羹。想到这里，我眼睛一亮，想了想说：“夫人，玉米面是好东西，古小姐脾胃虚弱，明早可以熬玉米面汤给她喝。”林夫人叹口气：“我用水泡过，她不爱喝，在锅里煮也不知怎么弄，不好吃。”听她说话就知道不会做饭。
明早我煮好送来些吧。温南希、萧季寒和花凛叶都在院子里等着，他们听着我跟首领夫人游刃有余的说话，都感到惊奇。以前我一开口就很呛人，何曾这样温柔细声说过话？我要回去时，首领夫人依依不舍地拉着我的手。苏姑娘，有时间一定来家里玩啊！我笑着点头。好，我回家直接上床睡觉。天气热，晚上躺在兽皮上有些难受，还有蚊虫。我心想，白天要去山林找些驱虫的草药，再编点草席。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就醒了。我刚打开里屋门，就看到花凛叶在院子里，她狐狸眼勾起惊异的神色。以前前身都睡到日上三竿，她快速上前。切主醒了。我愣了一下，你也起这么早？他把水盆、洗漱用品端到我身边，我不习惯这样。以后你们忙自己的就好，不用如此照顾我。花凛叶略带别扭道：“作为受夫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”我淡淡道：“你们如今只是我名义上的受夫，3个月后自会离开，不必如此。”我不习惯被人伺候着，有种被监视的感觉。花凛叶听到这番话，心中涌上一股不舒服的感觉。那也有3个月，这3个月我们应该照顾你。我开口：“其实你们不用勉强的，没有你们，我也能照顾好自己，饿不死。”花凛叶心中一沉，明明他没有骂人，但听着这些话，心里却沉甸甸的。我认真道：“放心，我说到会做到。”说完，我自顾洗漱，一会儿还有很多事要忙。简单洗漱后，我准备做早饭，用昨晚空间冒出来的香料炖煮猪下水。花凛叶看着我忙碌的身影，瘦瘦小小的，像是被他们抛弃一样，看着惹人怜惜。我能帮忙做点什么？我转头看他神色认真，便开口道：“昨晚弄的红薯淀粉已经沉淀了，需要把上面的水倒掉，再加水搅拌，继续沉淀。”好。花凛叶应了一声，萧季寒和温南希也过来帮忙。他们起得早，刚刚花凛叶和我的对话都听清楚了。我这次好像真的准备解除关系，这让他们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露出狐疑。温南希没说什么，上前帮忙烧火；萧季寒去劈柴，周身冷冽清寒。我想到第一天穿越的场景，内心有点排斥，不太愿意跟他过多接触。不过他昨晚确实尽职尽责保护了我，我也说服自己，只需要再有3个月。昨晚睡了一晚，能感觉到异能增强了一些。炖煮猪下水时间长，要看火候。当锅盖冒着烟气，散发出浓郁香味时，温南希他们都露出惊异的神色。太香了，就连隔壁林琴还在睡觉，都被香味香醒了，睡梦里口水都要流出来。猪下水炖煮好后，我又用另一口锅做玉米鸡蛋羹，往木盆倒入玉米面粉，加井水搅拌均匀。拿碗打入鸟蛋，用空间调味料加醋去腥，待锅里水开，倒入玉米面粉搅拌，再倒入鸟蛋液。温南希看着我如此用玉米面做食物，微微一怔，脸上更加疑惑。我煮好后，用勺子舀出5大碗，放在桌子上，又把炖好的卤味舀到盆子里。好了，可以吃饭了。其实用馒头或大米就着卤肉最下饭，可惜这里没有。不过根据前身记忆，寿氏大陆有大米、小米，颗粒比末世大2-3倍。我去看温南希他们。3个人把灶口和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柴火劈好堆在角落，玉米淀粉也重新搅拌好静置着。我看到院子一角的冰窖，眼睛一亮。萧季寒低声道：“昨晚做好的，妻主觉得哪里不好，我再修整。”我蹲下，顺着台阶往下看，脚底一滑，差点摔倒。萧季寒伸手要护我，我想到他那么厌恶我，只能往另一边倒去，摔在地上。萧季寒手指颤了颤，我没注意他的异样，滑下台阶，看到冰窖里都是冰块，很满意。萧季寒，谢谢你，昨天没吃完的猪肉都可以储存在这里了。我仰头看他，眉眼带着真诚的笑意。妻主若是还需要做什么，请吩咐。我摆手，不用了，先吃早饭吧。我把1大碗玉米蛋羹放进篮子。你们先吃，我把这个送去给古宁宁，她身体虚弱，这个应该能喝进去。温南希起身，妻主先吃，我去吧。不用，我亲自跑一趟，顺便帮她看看身体。其实我想的是，若我调养好古宁宁的身体，部落知道我有堪比巫医的医术，我在部落的地位也会提升。离开这几个兽夫后，我也能好好生活。去首领家里的路上人少，大人们都自动避开我，只有几个兽崽在看着我喊：“丑八怪，又坏又丑的丑八怪！别说他，他会打人。”我听着这些话，沐浴着阳光，脸上带着笑容，毫不在意。我朝他们笑了笑，他们反而吓着一溜烟跑了。我被逗笑了，挺可爱的。那些兽崽能力弱，有的没完全化形，露出可爱的耳朵或兽身，毛茸茸的。首领家里，首领夫人看到我亲自送来玉米蛋羹，惊讶不已。这怎么好意思？夫人给宁宁尝尝，她脾胃虚弱，先喝点好消化的养一养。便说，我便给他把脉，被变异兽咬伤的地方完全好了。看着汤到他手里，我便起身要走时，武宁宁大胆扯住我衣袖，眨巴着眼睛，可怜兮兮的。我心一软，轻轻拍拍他。先尝尝玉米蛋羹，多喝点，多出门晒太阳，身体就会好起来。
他听话的舀起来喝，喝了一口，眼睛亮晶晶的，好香。首领夫人惊呆了。慕瑶姑娘，你是怎么做的？我以前给宁宁喝玉米面，她都能吐出来。我解释了做法，她恍然大悟。回家后，我看到温南希他们3个还站着等我。你们站着做什么？怎么没吃？花凛叶狐狸眼一勾，别有深意的看着我。妻主难道忘了？你规定了，你没吃饭的话，我们不能吃。以前你剩下的食物，我们才有资格吃。如今妻主让我们上桌吃饭，对我们好很多了，我们怎能先吃呢？花凛叶说话时，那双狐狸眼就那样定定地看着我，专注的仿佛天生含情。我差点沉浸在他眼神里，好在保持着冷静理智。啊，那是以前。我打哈哈道：“这不我答应你们以3个月为期限嘛，我就想着咱们先和平相处，3个月你们得到自由后也别找我麻烦，对不对？”温南希清俊的眉眼一动：“妻主放心，南希不会伤害如今妻主一丝一毫。”花凛叶也平和了许多。希望妻主一直这样，不要变成之前的样子。萧继寒沉默着没说话，我想了想道：“以前确实是我不对，我跟你们道歉，以后不会那样了。我知道你们可能不信，但日久见人心嘛，你们就先忍一忍，或许我还能提前跟你们解除契约关系。”温南希眼底带着温柔：“不怪你，别饿着肚子，先吃饭。”我把玉米蛋羹喝完，说：“吃完饭我也跟着去狩猎。”好，我陪着妻主。花凛叶眼尾一挑：“今天该我陪着妻主了，妻主想去哪里，凛叶就带你去哪里，可好？”他说话时尾音微扬，我都不敢对视他的眼神。其实我想跟温南希去，但感觉到他们之间暗戳戳的剑拔弩张，只能低头说：“那就按规矩来吧。”吃饭时每样食物都美味，那猪下水他们本来不想吃，闻了半天香味还是吃了。没有哪个雌兽愿意为兽夫下厨，光这一点就不该浪费。真正吃进嘴里，才知道有多美味。大家吃饭速度不由自主加快，还不断用探究的眼神看我。我低头默默吃，只露出个头顶。这顿饭吃的简直煎熬，总算吃饱了。我抬头看他们的碗和卤味盆都空了。你们是不是没吃饱？温南希温柔一笑：“吃饱了，妻主做的食物很好吃。以前这些东西都被我们扔了，现在想来着实浪费。”吃饱后，他们抢着收拾碗筷。之后，温南希和萧继寒去狩猎，花凛叶带我去山林。他直接变成本体2米多高的九尾红狐，我被惊艳住了，真的好美，红色狐毛高贵艳丽。我明白前身为何心心念念想用它狐毛做衣服了。花凛叶瘦身有点高，我蹦跳几下上不去，他用一条尾巴卷着我，轻轻放在后背上。妻主想去哪里？你知道哪里药材多吗？我想采药解毒，还有他们3个身上的内伤、外伤也需要治。前身虐待他们时激发了精神狂化，伤得更重，我有责任为他们解除，这样才能互不相欠。知道，我带妻主过去。花凛叶奔跑速度很快，我条件反射抱住它，抱住狐毛和抱住蛇身，感觉完全不一样，太舒服了，又漂亮又软，闻着还有淡淡香味。我仿佛受到蛊惑，不由自主伸手摸了摸。花凛叶身体一颤，在山林里停下，低声沙哑道：“妻主在摸什么？”我头皮一麻：“没什么，你别误会，我就是不小心抓了一下狐毛。”我不敢乱动了，手也不敢放在花凛叶的狐毛上，虽然手感真的很好，但我还想好好活着。花凛叶感觉到我不对劲，直接化身人形，一把将我抱住，轻轻放在地上。妻主，这是怎么了？他低头看我，声音放轻。我低着头看脚尖，小声解释：“我不是故意抓你狐毛的，就是你跑得快，我不抓着会掉下来。”我可不敢承认我摸了。花凛叶低头看我这个样子，声音更轻了：“没事，你想怎么抓就怎么抓。”我一愣，抬头对上他的眼眸，那里没有冷意，反而柔和。他没想在这里报复我，我松了口气。好。花凛叶再次化身兽身，用狐尾将我卷起，放在背上。刚要出发，我突然看到旁边一棵树。等一下，先放我下来。我跑过去，仔细一看，心跳都快了。这是小麦，麦秆比末世粗高，上面结满金黄色大颗粒。花凛叶走过来：“怎么了？”“这是食物，叫小麦。”我激动地跟他分享。花凛叶不太懂，但问：“妻主，可需要把这些采摘下来？”“整个割下来。”麦秆还能烧火编东西。收获小麦，我看花凛叶都顺眼多了，要不是他带路，我根本发现不了。回头可以做面食了。花凛叶快速帮忙割下麦秆，我直接收进空间。他愣了一下：“空间异能？”我点头，他眼中闪过惊异，但没多说。妻主还需要什么？我看看周围，找找还有没有这种小麦。空间系统说方圆100里没有，我有些失望。花凛叶化身本体，跃上高树，动用虎眼能力下来道：“还有一颗，我带你过去。”我眼睛一亮，他载我过去割下，我收进空间。空间系统突然激动：“宿主，
右边60米是白菜。我转头看去，一片白菜地，虽然是正常大小，但足够了。有了白菜，可以包饺子、做馅饼。我兴奋地拿出骨刀，要挖花领叶走过来。我来吧，妻主在旁边歇着就好。他看我这么激动，知道这草肯定不一般。我眉眼弯弯，笑盈盈道：“没事，一起挖吧。这是白菜，有了小麦和白菜，就可以做白菜肉饺子、包子，还能炒菜。白菜还能腌酸菜，存得久。到了雪季，没法出门狩猎，就用酸菜炒腊肉，腊肉也要提前熏出来。”花领叶神色一动，原来这真是食物。他挖的速度变快了起来，很快一片白菜全挖完。我收进空间，多谢了，晚上给你们做好吃的。花领叶眉眼一动，妻主不必说谢，能吃到妻主做的食物是我的荣幸。我没当真，这家伙太会魅惑人。接下来去有药材的地方吧。花领叶画本体驮着我往山林深处走。1个小时后，来到一片山谷，浓郁的药香气扑面而来。山谷里长满各种药材。花领叶提醒：“这里有些药材有毒，之前有野兽闯入，当场中毒。”我点头，放心，我有数。拿着骨刀小心挖药材，尤其看到几味能解我身体毒素的关键药，解了毒，容貌就能恢复。挖着挖着，空气中突然传来阴冷的嘲讽笑声。我全身戒备起来，环顾四周，却什么都没发现。空间系统发现什么了吗？宿主什么都没发现，就是你脚边这药材有毒，别碰。我听到阴冷的声音，透着杀意。我凝神道：“可能是前身在兽皇城那5个兽夫派人来杀我。”空间系统紧张道：“宿主，我有能量，可以保护你。没事，大不了用那种方式快速提升实力。强行吞噬周围植物气息，能提升异能，但身体承受不住会爆体或虚弱很久。”系统急忙说道：“这不是万不得已吗？”空间系统宽慰：“宿主别怕，9尾猴狐兽夫在周围布的狐毛上有魂力，你有危险，他会回来。”我淡淡道：“他们应该希望我死吧？我不期待他们回来保护我。”话音刚落，空中传来尖锐笑声，一只尖嘴黑色巨鸟朝我俯冲攻击。第一道攻击被周身红色光芒挡了回去，是狐毛的力量屏障。花领叶他真的没想让我死，巨鸟被挡回后再次俯冲。我运起异能，一手握骨刀，一手开始吸收周围植物气息，气血翻涌。就在这时，一支火焰剑直直刺穿巨鸟，花领叶落在我身前，9条尾巴将我笼罩其中，呈保护姿势。他真的回来了。他没多说什么，直接开战。空中又多了2只巨鸟，疯狂攻击。花领叶一边保护我，一边弯弓射箭。其中一只巨鸟化成人形，尖锐道：“花领叶，你身体中了火毒，强行动用法器跟我们战斗，精神海狂化暴乱，不死也惨。就为了保护这么个恶毒雌兽，不值。我们主人有克制兽夫契约的秘法，他死你们也不会死。你配合我们，主人就把秘法给你。”听到这番话，我脸色一变，手掌心快速吸收自然气息，强行提升异能需要时间，我不能将安危记在别人身上。花领叶妖冶一笑：“她是我的妻主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她。”他强行拉动手中的法器，调动异能力量，我在他身后都能感觉到炽热的火焰气息将他包裹。咻咻箭矢直射3只巨鸟，其中一只突然改变方向，射中说话那只。噗！他不敢置信地看着花领叶：“你这是在找死！”他瞪大眼睛，从空中坠落，被火焰烧灭。另外2只也死了。花领叶回头看我，仔细检查：“有没有受伤？哪里不舒服？”我摇头：“我没事。”却看到他狐狸眼泛着赤红色，身体发抖，嘴角溢出血迹。花领叶，你怎么了？他几乎维持不住人形，全身变成兽身，倒在地上。别靠近我，我会伤害到你。你快跑！我看着这样的他，心中触动。他不顾自己安危救我，我不能不管。我不跑，也不会走。你是为了救我才这样，我不会让你有事。花领叶还保留一丝理智，狐狸眼眸光一颤。我走上前，将手放在他头上，释放治疗异能进入他身体。他昏迷过去，我进入了他的精神识海。我看到了一只幼小的红狐兽，5、6岁大。打死他！他和他爹都该死！一身低贱的红狐毛，丢人现眼的东西。很多人对他拳打脚踢，他一声不吭，只小心护着怀里的东西。他们打累了走了，他一瘸一拐回到破败院子，变成人形，擦擦脸上的灰，进屋烧水熬药，熬好后去床边。爹，该起来吃药了。床上的人影隔着迷雾。领叶，他们又打你了吗？小花领叶努力让声音平静。爹，我真的没事，你先喝药，喝了就好了。领叶，若是有一天爹不在，你要好好活下去。爹，你不要说这样的话，领叶不能没有爹。他声音哽咽颤抖，床上的人轻轻抚摸他的头发，长长叹了口气。场景一变，雪天里花领叶爹病得更重，花领叶跪着去求家主请巫医，没见到人，被守卫踢出来。他跪了很久，全身是伤也没用。
他爹死在雪天，他回到院子里压抑的哭，却被人骂着打着。小贱人，你和你爹都该死！家主根本不承认你们存在。看着这一幕幕，我心口疼得厉害。他经历了这些的时候还那么小，我想冲进去保护他，却有屏障隔绝，一直到这会才冲破屏障，走到他面前，蹲下身，将他小心抱起来。没事的，以后都会没事的。我身体里所有木系异能全部涌入他体内。花凛叶陷入狂化后，精神困在年少时光，全身很疼，救不了爹，一次次想陪爹死，却记着爹的话要活下去。在他绝望时，院子里出现一道光，光中走来一个女子，如空谷幽兰，美丽出尘。他对着他笑，如同阳光一样，身上的气息那么温暖，让他忍不住想靠近。你很好，不要听那些人那样说。我抱着他，一道道温暖的光芒涌入，包裹住他。他的精神识海渐渐被修复，风雪散去，被阳光暖意包围。识海中的他变成了成年模样。他看着我，精神体九尾红狐不由自主地将我缠住，紧紧抱住。狐尾似乎从腿上往上绕，狐狸眼带上了蛊惑的气息。我顿时全身狠狠酥麻起来。不，别！这种身体的酥麻站立感让我完全招架不住。花凛叶的狐狸眼微勾，眼神带着极致的渴求，精神体9条尾巴都将我缠住，却控制着没有弄疼我。好香！他声音极其魅惑。花凛叶，醒醒！我快速躲避。你不是厌恶我吗？你看我是谁？我大喊着，根本没用。别咬！他的头落在我脖颈，温热的气息落下，我整个身体一下子就软了。花凛叶。我叫他的名字，声音却娇软的像在撒娇。不，这根本不是我的声音。我瞬间闭嘴。再这样下去，在他精神识海里，他能把我吞吃了。我再次用木系异能疏导他，一直到他眼神平和下来，才快速从他精神识海中出来。消耗异能过多，我腿软没站稳。花凛叶醒来后恢复人形，直接抱住我。七主，小心！他低头看我，眼神带上了缱绻柔和的色泽。我微微推他胸膛，手心触到腹肌的力量感跟烫着了一样，缩回来。你先放开我吧。空间系统突然开口：宿主，让他抱啊！我升级了一点，空间田地扩大1倍，现在有1亩地了，还冒出一小潭井水，是灵泉水。灵泉水可以强身健体、解毒淬炼、恢复异能。我意念扫视空间，确实看到灵泉水井，但不多。只要宿主跟兽夫多多亲密接触，灵泉水还会增多。花凛叶慢悠悠放开我，眼神还带着一丝痴缠。我松口气，问他：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好了吗？好了。你身体里的火毒是怎么回事？我输入异能时，感受到了那种霸道的火毒。花凛叶神色苦涩：是小时候他们在我身上下的火毒。你是说徐家的人？我知道他来自寿皇城徐家，是徐家家主的儿子，但不姓徐。不错，为了方便控制我。我想到什么，心中叹息：对不起，当年因为我的原因，你才不得不嫁过来做寿夫，辛苦你了。前身在寿皇宴上见到徐家那位光风霁月的继承人，仗着背景逼迫徐家嫁人。徐家李代桃僵，让不受宠的花凛叶嫁了过来。前身将怒火全发泄在他身上，他都默默承受。花凛叶伸手轻柔地给我整理被风吹乱的发丝。不是你的错，而且当时离开徐家对我来说是好的选择。火毒是很早就下到我身上的。话音刚落，他突然神色一怔，火毒被压下去了，而且解了一些。他震惊地看着我，我认真道：你放心，等我异能增强后，就能为你彻底解除火毒。如今只能一点点帮你去除，不过我能帮你压制住。我的眼神干净真诚，说的也是实话，真心要为花凛叶解火毒。花凛叶没忍住，再次伸手抱住我，这一次抱得很紧，有一种要将我揉进心口的感觉。我心一慌，他不会又要……七主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他声音沙哑，狐狸眼染上薄媚妖冶的红。以前每次火毒发作，从来不会这么容易被压下来。更别说还解了一些，这已经很好了。我心中感叹，前身做了很多恶毒的事，他们3个留在他身边，各有各的不得已。我会帮他们治好身体，再放他们自由。总有一天，火毒会彻底解了。感觉到他一直抱着不松手，我轻声开口：那个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先吃点饭，下午采摘些草药，早点回家。我还想早点把小麦磨成面粉。花凛叶这才依依不舍放开我。好，先吃点东西。七主稍等，我猎到了2只野鸡。刚刚感觉到我有危险，他扔下野鸡就赶回来了。一听野鸡，我眼睛一亮。那我们一会儿吃野鸡。他露出绝艳魅惑的笑容。好。说完抱着我快速过去拿野鸡。哇，这野鸡还挺大，比末世养殖鸡大1倍半，野鸡肉更紧实鲜美。花凛叶愣了一下。七主以前都嫌弃野鸡太小不好吃。我睫毛颤了颤。那是以前了，我现在觉得鸡肉很好吃。他眼神温柔。
妻主喜欢吃的话，以后我经常猎杀野鸡回来给你吃。大家一起吃，以后你们猎杀回来的野物，我都给你们做成美食。看了看周围，你是在这周围抓的吗？那这附近或许有鸡蛋。如果能孵出小鸡，就可以在院子里养一些。花岭夜道，我找找看。我们一起找，转了一圈，空间系统突然激动。宿主，往前走100米，树下草丛中有野鸡蛋。我快速过去，果然在草丛里发现了野鸡蛋。花岭夜神色一动，还真有野鸡蛋。我眉眼弯弯，竟然有15个。仔细观察，这些都可以孵小鸡。先把这些带回去，在家里用这些鸡蛋孵化出小鸡。我解释，只要温度足够，就可以用鸡蛋孵出小鸡来。小心将鸡蛋放进空间。我和花岭夜找了个溪水边，准备处理野鸡。他主动接过来，我来吧，妻主在旁边等一会儿就好。他动作格外利落。处理好后，我开口道：“我们做叫花鸡吃。”从空间拿出昨天采摘的蘑菇、葱姜，放进鸡肚子里，抹上调味料，用荷叶包起来，外面糊上一层泥巴。花岭夜第一次看到这种做法，觉得很稀奇。照着我说的去做，弄好后，他用火系异能烤食物，烤着的时候，浓郁的香味散发出来。他本来习惯中午不吃饭，现在食欲都被勾出来了。烤好后，花岭夜按照我说的，先把泥巴弄开。鸡肉还很烫，我闻着香味，肚子饿得很，眼巴巴地看着叫花鸡。花岭夜看着我，眼神温柔，放轻声音：“一会儿就好。”他顾不得烫，用小刀切开肉放在荷叶上，用异能控制好温度，包着递给我。温度正好，可以吃了。花岭夜如今看着我，眼中都带着缱绻温柔的神色，吃饭都细心的照顾我。我接过来咬了一口，顿时口齿弥香，好吃。纯天然食材就是美味，还带着荷叶香气。花岭夜更专注的切鸡肉，一块块方便我吃。我吃了几口，看他，你也吃啊？没事，我不饿，妻主先吃。他担心2只鸡不够我吃，一起吃，我吃不了太多，浪费了。烤了2只呢。花岭夜低头看我时，眼神幽深。我抬头对上他潋滟的狐狸眼，怎么了？我脸上有什么吗？我用手摸摸脸，又伸舌头卷了下唇瓣，没什么啊。他眼眸一暗，喉结轻滚，没什么，别动。然后伸出修长的手指，轻柔为我擦去嘴角的鸡肉碎，指腹擦过唇瓣，酥麻感一下子传到心间，我心跳漏了一拍。他喉结动了动，嗓音压抑，这样就好了。手指有些舍不得收回，我定了定心神，他只是因为火毒才对我好，本身还是厌恶我的。这样一想，刚刚泛起涟漪的心瞬间平静。你也快吃吧，一天只吃2顿饭，没什么力气的。花岭夜神色复杂的看了我一眼，低声沙哑道：“我其实很有力气，很行的。”我眨眨眼不明所以，他耳根微微泛红，喉结不断的滚动。我叹了口气，估计是不好意思吃。我拿起2块硬塞他嘴里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我笑起来。很好吃，是我吃过最美味的食物。我笑着道：“好吃就好，回头你们出来狩猎，猎到野鸡，也可以这样做着吃，很简单。”那怎么行？猎杀的野兽要先带回去给妻主吃。吃饱后，他用金帕蘸水帮我一根根擦干净手指，我有点不习惯。那个，我去河边洗洗就行。他动作一顿，好。我洗了手，他再次拿出干净金帕为我擦干。收拾好后，我开始挖药材。花岭夜想帮忙，我婉拒。你不懂哪些有毒，还是我来吧。他只能守着我，采好药材。天色不早，我们准备回家。花岭夜化成狐身，用尾巴小心卷着我坐上后背。走了一会，我规规矩矩坐着没碰他。他低声道：“妻主可以抱紧我，要不会掉下来。”我这才伸手抱住他，狐毛太舒服了，还有淡香味，好想摸他耳朵和尾巴，但想到他们厌恶我，还是忍住了。殊不知被我抱住的一瞬间，花岭夜差点没站稳，他身体发颤，速度越来越快，我怕掉下去，只能抱得更紧。到家时，温南希和萧季寒已经带着猎物回来了。温南希看到我抱紧花岭夜的一瞬间，目光暗了暗，赶忙上前，很自然地将我从花岭夜身上抱下来。妻主回来了。我感受到温南希身上冰凉的触感，很舒服，刚刚都要被花岭夜身上的火热灼烧到了。妻主可有累着？温南希温柔地给我整理头发，眼神却似带着一丝隐忍克制。我回过神来，摇头道：“我没事，这点事情累不着。”说着微微退开，避开了温南希的碰触。他眼中露出一丝怅然失落。我保持冷静理智，开始整理药材。我采摘了一些药材，先在院子里晾晒一下，之后可以炮制作药包。红薯淀粉已经再次沉淀好了。温南希走过来问：“妻主，我可需要做什么？”需要把上面的水弄出去，只留下下面的红薯淀粉。他用异能将缸里的水全部吸走。我想到花岭夜的火系异能，转头看向他，正好对上他魅惑的眼眸。他快速走过来：“妻主，可需要我帮忙做什么？”能把这些淀粉烤干吗？轻柔的烤，像晒干那种感觉。
他含笑点头，一阵操作后，他转身。七主，这样可以吗？我伸手摸了摸，笑着道：“很好，晚上给你们做红薯粉条吃。”萧季寒看着围绕在我身边的温南希和花凛叶，眼中泛起一丝异样。晚上我做了排骨鱼丸汤、红烧肉、炒白菜和红薯粉条，大家坐下来吃饭，每样食物都很美味。温南希心疼地看着我的手，七主做的食物很好吃，以后七主只需要开口，让我们动手来做就好。七主手心都烫着了，一定很疼。炒菜时被油溅了一下，我觉得没什么。没事，这点烫伤一点都不疼。再说了，做饭时大家都一起帮忙了。不知为何，他们都能感觉到我身上气息微妙的变化，这点小事他都能感知到。饭后大家争相收拾碗筷，我去院子里弄药材。温南希第一时间过来，七主需要做什么，我来做吧。没事，我自己弄就好。他小心翼翼道歉，对不起，吃饭的时候我不该说那句话。不关你的事。七主是不是在生气？没有，没生气。我回答正常，但他就是觉得我在周身隔了一道屏障。花凛叶在院子里找活干，没活就拿出抹布擦门框。我忙活了一会，做了4个驱虫包，这3个你们用，晚上放在床头，就不会被蚊虫叮咬了。温南希神色复杂，谢谢七主。不客气，你们平日用心照顾我，还冒险狩猎，我做这点不算什么。我们作为兽夫就应该照顾好七主。我露出一丝笑容，你们对我好，我作为妻主也想对你们好。照顾都是相互的，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，只希望你们以后也能念着我做的这点事情。温南希眼底掠过一道暗色，他应该知道了，我担心他们会伤害到我。晚上睡觉时，我本来躺着睡不着，突然闻到一股熟悉的暗香，睁开眼睛就看到床边的火红狐狸。花凛叶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大晚上的，他们不是对我避之唯恐不及吗？我看着床边的火红狐狸，身子一抖，本能的坐起身，往床里面退了退，一直退到墙壁。花凛叶，狐狸眼露出一丝委屈。七主，就这样把我当洪水猛兽吗？他缓缓靠近，低头看着我，声音苏雅撩人。我是七主的兽夫，担心七主想为七主守夜。我用怪异的神色看着他，按照前身记忆，这是从未有过的事。你就不怕我晚上对你做什么？或者我给你下那种迷情药，你怎么办？本以为会吓着他，哪想到他狐狸眼却带上了期待。他靠近我，苏雅撩人道：其实七主不用下药，我都可以是七主的人。我震惊的瞪大眼睛，赶忙拿起旁边的兽皮将自己裹住。那个，我现在身体不适，不能那什么。花凛叶看着我的反应，喉咙滚动了一下，压下什么，靠近我耳边轻声道：七主别怕，没有七主的允许，凛叶什么都不会做，只是担心会有变异兽冒出来，所以在房间里守着七主，这样七主可以安心睡觉。我抬头看他认真的神色，用理解的眼神看着他道：那就辛苦你了。有人守夜也好，反正以前身做的事，他们能对我感兴趣才怪。我安心躺下，没一会儿就睡着了。睡梦中隐约感觉有温热的触感轻轻卷着我，很舒服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屋内突然多了一丝沁凉的气息，迷糊间听到压低的声音：温南希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，半夜不睡觉，跑来这里做什么？是花凛叶和温南希的声音，我意识模糊，只听到花凛叶慵懒的声音。作为兽夫，自然是来陪着七主。按照规矩，今天七主也是属于我的，不是吗？温南希冷冷回道：你要做什么？花凛叶撩唇一笑：不做什么，就是想把自己给七主。温南希沉默了一瞬，声音沉了下来：今天在山林里发生了什么？你逼迫他做什么？是不是用你的媚术迷惑了七主，让他跟你？花凛叶语气也沉了：温南希，他是我的七主，我和他做什么不需要跟你汇报。花凛叶，你若是不爱他，便不要招惹他，也别想伤害他一丝一毫。我只是想保护他。温南希，你今晚怎么了？温南希沉默片刻，声音沉冷：他送我们驱虫药包时说的话，你没听出来吗？他不信任我们，觉得我们会伤害他。我无法说什么，但我可以保证自己绝对不会伤害他一丝一毫，我也绝不允许旁人伤他一丝一毫。花凛叶声音带着怒气：温南希，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伤害到七主？温南希的声音很冷：那你刚刚要趁着他睡着做什么？花凛叶脸一红：我只是想抱住他，没想做什么。他转眸一想：不对，温南希，你不对劲。以前我们对七主做什么事，你都没这么大反应，怎么如今我靠近七主，你倒是不乐意了？你不也厌恶七主？温南希敛了敛神色：如今的他不一样。花凛叶声音低了下来：你也知道他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七主能为我压下火毒，还能解除一部分。
我都觉得很不可思议。所以他那么好，我怎么可能伤他一丝一毫？温南希，如今的妻主不是你一个人的妻主，我也会好好护着她。沉默了一会儿，温南希的声音再次响起：梅清晨和沈慈安一直没有回来，他们身上有克制受夫契约的秘法，还有兽皇城的人，他们可能会对妻主做什么，我们要做足准备。花凛夜语气也沉了。今日有3个杀手来山林里试图刺杀妻主，那些人是江墨川的属下。温南希声音一寒。江墨川。花凛夜冷笑一声。江墨川可是兽皇城最为出名的一个人物，当年妻主为他做了很多疯狂的事情，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没想到他倒是会派杀手来杀妻主，好狠的心肠。后面的话越来越模糊，我沉沉睡去。可我知道，最起码他们2个对我没有威胁了。第二天一早醒来，萧继寒在门口等着照顾我洗漱。我有些无奈，只能将温南希和花凛夜一起叫过来。以后我自己可以倒水洗漱，你们不必如此照顾我。萧继寒脸色微微一白，习惯性的低头。对不起，是我没照顾好妻主，是我的错，请妻主责罚。我赶忙解释。不是的，你不用这样，也不用道歉，我也不会责罚。其实是我不习惯，你们该忙什么忙什么就好。萧继寒他们3个人站在旁边，都有些愣住了。我没有理会他们了，洗漱好后开始做早饭，他们一起帮忙。吃过早饭后，花凛夜和温南希要去狩猎，萧继寒留在家里照顾我。花凛夜看着我道：妻主，若是去山林里的话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今天不去山林，家里还有很多事要做，就待在部落。听到这番话，他们才放心一些。对了，花凛夜，我配了药，一会儿熬好你喝了再去狩猎，是压制火毒的药，每天早晚喝的话，1个月后火毒也能减一半。花凛夜狐狸眼波光潋滟。妻主，你对我可真好。我受不了他这眼神。流放路上，你们尽力保护我，我对你们好也是应该的。你们身体没事，这3个月也能更好的保护我。听到3个月，花凛夜眼神沉了下去。我用陶罐熬药，让花凛夜用火系异能控制火后，温南希先去狩猎，萧继寒开始收拾家、烧水劈柴，一直没闲着。花凛夜控火时忍不住看向我，此时我正用草堆鸡蛋窝把窝弄暖和一些，放野鸡蛋上去孵小鸡。妻主昨晚给我们的驱虫包真的很好用，在床头挂上，屋子一晚上都没蚊虫。之前部落有人在城池护士买的驱虫药包都不管用。一听这话，我神色一动。护士？花凛夜温声解释，离我们部落最近的北韩城，每个月开一次护士，附近部落的人都会带着东西去交易，有的用金币，有的以物换物。去护士买驱虫药包，一包多少金币？听说一包100个铜色金币。我神色一变，100个，1斤野兽肉才20个铜色金币。花凛夜点头。药材价格比较贵，一小盒止血药都需要500铜色金币。我眼睛一亮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做驱虫药包和止血药包去护士售卖，赚了金币就能多买日用品、陶罐、盐，还能找铁匠打造铁锅。最近一次护士是什么时候？还有半个月。我心中就有数了，这半个月可以准备很多东西。护士的时候是不是还有卖食物的？各部落兽人去护士大多待1整天，护士就有卖食物的。城池里的兽人也会来逛，因为护士时东西种类最多也最便宜。我点了点头，心里盘算着先卖药包赚金币，再打造烤炉平底锅。玉米面价格便宜，大家不爱吃，那是不会做，我可以做玉米面菜饽饽去卖。花凛夜的药熬好了，我想帮他倒出来，他赶忙道：妻主小心烫，我不怕烫，我自己来就行。萧继寒看着我们有说有笑的场面，眼里满是不屑和厌恶。花凛夜把熬好的药倒出来，药汤还有些烫，他先去处理药渣，清理药罐，都弄好后回来喝药。他喝药时神色淡然，一口气全喝了，眉头都没皱一下。我知道这药有多苦，从空间拿出几颗冰糖，伸手。他本能伸出手，我将冰糖放他手中。这是糖，含在嘴里化着，能去掉药味。他将糖放进嘴里，没一会眼中闪过惊讶，很甜。我笑着道：这下子药就不苦了。花凛夜心神震动，狐狸眼涌上一层水雾。妻主可真好。我淡笑，3个月后他恢复自由，应该也不会对我动手了吧？他低声沙哑道：妻主以后都这样好不好？不要变回以前那样好不好？我正要回答，手心一疼，他用力握紧我的手，眼神带着慌乱。妻主，你会一直在对不对？我笑着点头。放心吧，不会变回以前，我一直就这样。他这才放心，喝了药后依依不舍地离开去狩猎。花凛夜离开后，我把空间里的小麦拿出来剥粒，剥一会儿看一眼萧继寒，想让帮忙又不敢开口。
他转头看我时，我赶忙低头装干活。几次后，他低声开口：“七主可是有什么事？”“没事。”他道。柴火我已经劈好堆好了，不知道还需要做什么，请七主指示。我抬头看他神色认真，便道：“这些小麦都需要把小麦粒剥下来，晒一晒，就可以做食物。”“好，我来做这些。”我对他露出和善的笑容。“那就辛苦你了。”我本能地让开位置，跟他保持距离。他用异能操控，小麦粒很快脱粒出来，尽数到了旁边木桶里。我惊讶地看着，多谢。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我把小麦粒倒出来晒太阳，正想着下午可以去磨坊磨面粉，晚上做面食吃。门口突然传来一声沁冷的声音，我抬头看去，站着一个风华绝代的墨衣男子梅清晨。我脸色一变，通过前身记忆知道这是梅清晨。幽冥黑豹兽，梅氏家族继承人，前身惊为天人，闹绝时也要得到他。空间系统紧张道：“宿主小心，前身把梅清晨的本命剑扔进了死亡悬崖，他这次回来一定想杀了你。”我嘴角抽了抽，前身真能作死。梅清晨极致的厌恶的眼神看着我，周身黑雾笼罩，威压慑人。他拿出一把剑，剑身破败腐朽，被黑气侵袭。想必这把剑七主一定不陌生吧？我被吓得嘴角抽动。看样子七主都记着呢，那我们的旧账也一起算一算。我想躲进空间，却进不去。系统说梅清晨封禁了这里。萧继寒突然挡在我面前。梅清晨，你冷静一下，他是我们的七主。梅清晨动作一顿，有名无实而已。萧继寒，你真要阻拦我？萧继寒寸步不让，冰系异能凝聚出冰刀，对准梅清晨。你要伤他，除非杀了我。萧继寒，别忘了他之前对我们所有人做过什么，留着他就是祸害。我看着对峙的两人，开口道：“梅清晨，只要你不动手不杀我，我可以跟你解除关系。”他目光如剑。你以前也说过这样的话，你以为我还会再信你？我愣了一下，脑海里涌现出一段记忆。为了哄骗5个兽夫，流放路上护着他，前身确实说过，到达部落后就解除关系，装得很好，却在人家放松警惕时，把剑给人家扔了。啊呀呀！我恨不能捂着脸，找个地方钻起来。看他的样子，是真的动了杀意。若非顾虑萧继寒，早杀过来了。萧继寒一直坚定挡在我面前。梅清晨，无论如何，我不会让你伤到七主。要战便战吧。我赶忙开口：“梅清晨，这次我说的话跟以前不一样。”话没说完，剑气带着凌厉气势朝我击杀而来。萧继寒瞬间用冰刃挡下这一杀招，当强大的力量碰撞，地面尘土飞扬。两个人迅速打了起来，速度太快，我只看到残影，墙壁都被剑气损坏。空间系统惊叹：“宿主，这两个人都好强啊！睡了他们就能快速提升实力。”我嘴角抽了抽：“你觉得可能吗？宿主可以攻略他们。”我摸了摸半边毁容的脸，现在没有美貌。宿主本身极美，内在也很美。我额头青筋直跳。系统，快想办法阻止他们，再打下去宅子要塌了。空间系统查了一会，宿主，梅清晨那把剑被黑暗气息侵袭，你的异能可以治疗他，你可以谈条件制剑，他不杀你。我松了口气，大声喊道：“梅清晨，我可以修复这把剑，我要是修复不了，你再杀我也不迟。千真万确，你可以让我当场试一试。”梅清晨暂停攻击，怀疑地看着我，声音透着冷意：“你刚刚说能修复这把剑？”我提着的心缓缓放下。对，我能修复，你可以先让我试一试。我要是做不到，你再杀我也不迟。梅清晨根本不信我，但这把剑是他的本命剑，对他极为重要。他九死一生找回来，找了无数办法都无法修复。他不信我这个有名的草包废物能修复。萧继寒也看向我：“梅清晨，你可以让七主试一下。”梅清晨嘲讽道：“萧继寒，这才多长时间没见，你就开始护着他说话？苏沐瑶，你倒是挺有手段。”他看着手中散发黑暗气息的破败之剑，咬牙道：“好，我就让你试一试，我倒要看看你会耍什么花招。哪怕有一丝可能，他都要试。”他走向我，萧继寒一直站在我身侧戒备着。梅清晨在距离我安全的位置站定，将剑放在我面前：“你试吧。”我其实恨不能离梅清晨远一些。萧继寒敏锐地察觉到了，伸手一挡，直接将那股气势隔绝。我松了口气，低声讲条件：“我要是能修复，你不能再对我动手，不能杀我。当然，我也答应3个月后给你们自由，放你们离开。”梅清晨盯着我脸上的细微表情，露出一丝疑惑，冷声道：“好，你若是修复不了，我便杀了你。”萧继寒低头轻声道：“别怕，不会有事的。”我感激地看着他：“萧继寒，谢谢你，我要活着，晚上给你做好吃的。”
梅清晨笑了一声，太阳还真是西边出来了，为了保命，还真能伪装。我定了定心神，将注意力放在这把剑上。靠近时，我仿佛能感觉到剑在悲鸣。我伸手释放木系异能，绿色光芒覆盖剑身，黑暗气息开始消散。梅清晨神色凝重起来，我全神贯注地将异能全部注入，精神仿佛进入剑灵的精神海，黑雾散开，剑灵不再悲鸣。就在那模糊的身影要转过身时，我异能耗尽，一口血吐了出来，身形一晃就要倒下。萧继寒急急忙忙伸手将我抱住。七主，我带你去看巫医。我虚弱道：“我没事，只是异能耗尽。”梅清晨复杂地看了我一眼，如风般消失，很快带回巫医。巫医诊断后道：“力量消耗过度，急火攻心，气血不足，而且你身体里还有毒，这毒能让人易怒易暴躁。你这半边脸就是因为中毒。”听到这里，萧继寒和梅清晨脸色都一变。巫医看我神色平静：“你这小丫头倒是平静，显然已经知道了。我只能开药补气血，这毒没法解。”我淡淡道：“多谢古巫医，我确实知道，不用开药了，我休息就好。”巫医离开后，萧继寒低声道：“对不起，我并不知道七主中了毒。”我摸了摸半边脸：“没事，你不用自责，这毒我能解。”萧继寒神色一震：“皇族御用巫医，从未发现你的身体问题，为何会如此？”我淡淡一笑：“大概算功高盖主吧。皇族忌惮我苏家权力，若是我死了，苏家的一切都可归于皇族。”他神色复杂地看着我，沉默片刻道：“那毒能让人易怒易冲动，所以七主之前做的事情是因为中了毒吗？”不过我先回答他的问题：“不全是，对不起，以前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那样对你们，你们也是受我连累才跟着流放到这里。那些不好的行为我都会改，这3个月内我会好好待你们。”被萧继寒抱着，木系异能恢复了一些，认真看着怀里的我，眼中清澈真诚。他放轻声音：“我也会护好七主。”而此刻，我空间多出一个盒子，梅清晨正看着自己的剑，发现修复了一半，黑气已消散。他神色复杂地看过来，听到我说这些话，神色一变。我开口道：“梅清晨，这把剑只修复了一半，等我恢复些异能，再为你修复。”他看着我苍白的神色，低声道：“我说话算话，不会再对你动手。”我松了口气，露出笑容。无论如何，以前把你的剑扔到死亡谷是我不对，我跟你道歉。我看向萧继寒：“你们先去忙吧，我先睡一觉。”萧继寒轻声道：“好，你睡吧，我就在旁边。”我点头躺下，先进空间看那个盒子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你跟萧继寒拥抱获得的空间奖励，是玄灵铁，锻造法器的至宝。梅清晨那把剑需要这个才能完全修复，有了它，他更不能对你怎么样了。我听着解释便明白了，这玄灵铁出现的正是时候。不过宿主别一下子拿出来，会引起轰动。我知道分寸，跟空间系统说了一会话才睡去。半下午醒来时，神清气爽，木系异能恢复了一半，打开屋门，萧继寒静静守在门口。你一直守着吗？七主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我看了看院子，梅清晨依旧是一脸防备的站在院子中央。就在这时候，温南希和花凛叶一同踏进院子，眼里顿时带着怒气。你怎么在这里？